但是在这些典狱长的眼里，这些犯人根本不算命。白石证明自己的机会啊！还有别的计划？今日までずっと鶴見中尉と内通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インカラマ。杉本さんたちは失敗しました。こうなった今、のっぺらぼうとアシリパちゃんを無事にここから連れ出せるのは鶴見中尉だけです。他倒是有在考虑Tanigaki 的这个目标。金塊なんて誰が手に入れようが、私にも谷垣西パにも関係のない話。确实，他们每个人的最终目的还是不一样的。女というのは恐ろしい。この乱通り配置につけ。本通りをよくにマキシム機関銃を配備しろ。門を破って突入してきた兵士どもに重機砲火を見せてやれ。全員ひき肉にしてやる。しばらくは豚の餌に困ろう。他这可不是玩笑话的感觉。哦。不是，他们在这隧道里不是更不安全吗？感觉直接被埋了呀。因为他耳朵太敏感了。天哪，西帕小小的就要做出重要的决定。我特别喜欢前面这段音乐。所以他们也不算完全是说好的啊。跟李能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吗？中央の人間がこんな地の果てまで確かめに来ることはまずない。中央なんぞにはいつだって事故。早就已经计划好了。哇，这个烟雾中冒出来。为什么他的举手投足都这么帅呀？所以他们应该是有勾结的吧？哦不，让我想到，
なところで知らせない。不是一定一定要这样吗？就跟之前救英卡玛在水中的一样，扣子蹦出来。哇，太可靠了吧！我勒个大呀，大意识。牛山さん、あなたも早くこっちへ。お前ら幸せになるんだぜ。不是吧？牛山さん。どっこいしょ。吓我一跳。但是他应该还是选择相信狐狸姐姐了吧？什么秒边儿？なんか投げたぞ。前進して拒否らせ。会不会典狱长连这些他自己士兵的命也都不当做命？哦，ひょっとして門倉部長も。俺たちが脱獄した後、犬道天国によって密かにのっぺらぼうがすり替えられた。那么早就料到了。すり替わったことに気づかないほど間抜けではない。知ってて杉本たちをあそこへ送り込んだのか。おとなしくついてこい。気を逃すぞ。所以杜安是跟土方哦，他但是本来就说了他很崇拜土方。贺建一直冲锋陷阵啊。哇，这个声音！但他们应该不会不知道这是假的吧？无脸人。难怪呢，那就应该就是他父亲了吧？阿西帕成人质了。あちゃはどこにいるんだ。総勢63名の部下を連れてきた。その方法で我々から逃げ切るつもりかね。試してやろうじゃねえか。全員武器を置いてここから。勢いだ。疯癫。俺が殺せ。約束だろ。バカ野郎！のっぺらぼうに当たったらどうすんだ。我这哥们儿，我感觉他这哥们儿已经要干哭了，好吧？不是，这太吓人了。門倉部長殿。
お久しぶりです。なんだよそのほくろ。爱的标志了，他懂什么？すみません。首を狙ったんですけど。新人、まだこの装置のことを説明してなかったっけ？カバと監獄で考案された一斉解剖装置だ。封锁了。700人の凶悪犯と戦う。哦，全打开了。什么推进程？但是这么看的话，贺建他们应该也知道这是假的，无脸人吧？直奔目标，他直接去找那个山原。可怜的 Groot。虽是土方吧，唉。而他们可以用去见真正的父亲这个理由带走阿斯利帕。門倉が俺たちを車房で釘付けにしている間にアシリバさんを父親に引き合わせ金塊のありかを聞き出して脱出。この機会にアシリバさんから俺を引き剥がすつもりだ。不许分开。不过，就阿西帕的安全肯定是有保证的。両肩外せば出られるぞ。できるか？ここから出る方法はないのかよ。何か壊せるものを探してくれ。俺は自分で何とかするから。アシリバさんを探しに行け。アシリバさんを確保できたら正門で待て。白石，让他相信你。啊。やはり教会堂だった。犬堂が稽古で毎日出入りするので、ここが怪しいと睨んでいたが、門倉が何度調べてものっぺらぼうの隠し部屋を見つけられなかった。アジがここにいるんだな。犬堂がのっぺらぼうを動かす瞬間を抑える。土方已经早就做了这么多的安排了。阿西帕有自己的选择。唉，他明明为什么要让他经历这些呀？我真是。这也是他想的一步吗？还好基友兰克应该是可以信任的吧。哦，他担心山原，明明都要见到自己的父亲了，虽然这也有不确定的因素。そっちにも行っちゃダメだぜ。杉本にアシリパちゃんは正門で待つように言われた。いや、私が会ってあっちゃかどうか確かめないと。土方のところに戻っちゃダメなんだ。あのじじいはアシリパちゃんを杉本から引き剥がそうとしてんだよ。杉本から？
けたら教会堂へ行く。なんとか正門までノッペラボを連れてくる。待て。これを杉本に。哦，天呐，我真的好sad，就这个时候他们还在不断的是优先彼此。どうやったら肩を外せるんだよ、杉本。キロランケ。バカかよお前。出られるわけねえだろ。どうすんだ。壁と土の隙間に手投げ玉を詰め込む。え？就是行动派。哦。哦。哎呦我去！これはアシリパさんのマキリ。父親が作ったマキリか。正門で待っててくれ。最重要的东西嘛。俺がノッペラボを連れてくる。必ず会わせるとアシリパさんに伝えてくれ。分かった。哦，特别特别好。但我也希望这次白石能借这个机会，能多少消除他们之间的芥蒂。哇、这个影子啊！我的天呐，这又让我想到他最开始杀他兄弟的时候。二阶堂可不是吃素的，他就现在活着就这一个目的。真的吗？犬童没发现吗？哇，那个都是老手啊！他死了吗？清澈的双眼，这真的是阿西他爸爸吧？顽强。哦，我真的好帅呀！这让我想到徐伦打普奇的时候，手铐。他的腿有，对，就是有那枪。哦，又挺心酸的。二阶堂，他都已经支离破碎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悠闲啊？服了，别散步了，哥几个。杉本は？シャーボーからは助け出したが、一人で教会堂へ行った。ノッペラボーはアシリパに必ず会わせると。他的决心。教会堂にいるらしい。行ってこよう。お前は行ってはダメだ。でも。いいんからな。高いところから見渡せるかもしれません。是
世纪对视。哦，终于吗？哦，天呐，看到山原这样的匍匐前进，真的是终于找到他的目标，让我这个时候异地的这个嘶吼真的好对味儿啊。虽然现在也不能说是苦尽甘来了吧，但是真的费了好大的劲儿，他们终于至少相见了。现在虽然我知道不能把阿西帕现在还真的当做小孩去看待，但是我真的还是就是忍不住的心疼他这么小就要去经历这么多。然后我觉得他父亲肯定也是有难隐之言，把他架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对于阿西帕来说又代表着什么，所以就更让人好奇他这么做就是不顾把他女儿放在这样危险的地方的目的在于什么。而且他爸爸就是即使都被摧残成这样了，他的双目依旧是如此的清澈，就是这还挺触动我的。光是从他的双目就能看出来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也并不是个疯子，他的这种温柔坚韧和他的信仰都依旧存在着。这其实也让我更加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基洛兰克应该就是为了或者说是护送就是阿西帕跟他父亲重聚吧。这一集真的是太精彩了，就是在这2季的这个结尾处，不同的阵营他们的阴谋都在这个王走监狱这个关键地点就串联了起来，同时就是威鲁库跟阿西帕这条父女线也清晰了起来。这一集也是看到多丹属于是土方阵营把他安插在这个监狱里的内应之一吧，其实也比较合理，毕竟他一直都憎恨典狱长，应该也是憎恨这套制度，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本身就有很多崇拜土方这样的人，多少有一种想要复仇或者重获尊严的那种情绪在里头吧。贺建这边明显他完全不畏惧，就是他突如其来对监狱发起的这个大进攻，他应该不单单是就是只跟监狱里面有内应，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跟犬童多少有一些表层的合作勾结吧。犬童那边应该属于是他滥用自己的职能吧，本身他就对都丹他们那些犯人做过了一些完全违背人伦的事情，也很好理解他可能会滥用自己能力去私底下去谋这个黄金。整个这个假的无脸人替身这个陷阱应该也就是他一手操控，应该不属于是上面批准了的事情吧。他应该算是为了一己私欲，就是不管是自己手下的士兵还是他手下的犯人，他都通通不在意。反观贺建的话，他还是有真正的去对自己手下人有一些赏识的，而且真的花时间精力去跟他们建立联系，情感连接。犬童应该就也不忠于政府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为了自己想拿到黄金，可能谋取更多的权利。他就是那种表面上维持秩序，但是其实私底下已经腐败透了。就说到这里的话，其实就算贺建没有真的跟犬童有任何的勾结，他也不怕监狱有人举报或怎样，因为他知道就是典狱长就是这德行，而他们典狱长自己都不是清白人，谁敢就是公开指控，贺建完全可以就是狗咬狗。而且他应该是非常明白这种旧制度下的就是腐败链条的，贺建甚至可以直接一网打尽，就全拿捏住了。还有我真的想说，谁来懂一下二阶堂？我的天呐，就是他跟山原的这场对决太顶级了，就完全是这2种极致的意志力的那种碰撞嘛。尤其是二阶堂，他从最开始就我都不太记得他的脸，到后来就是越到后面，你无法不去就是 respect 他这种执念，他的身体都已经支离破碎，变成就是纯为了他复仇的工具了，根本就不 care 这些什么黄金啊仇恨啊，他就是一门心思咬牙要追杀山原，就是连贺建都根本就是拴不住他，就是你就算给他带上防咬器他都能挣脱出来，贺建那个狗绳根本就是拉不住了已经。而且就是每一次二阶堂这种疯癫的行为背后，你又不得不为他感到心酸和悲伤。同样就是山原，他的这个强大中也伴有一丝脆弱，但是他们2个人都是这样不断的爬行厮杀，他们都有不能停
停下的理由，因为这就完全是他们就继续下去的意义。还有就是非常戳我的是，阿西帕他应该已经明白父亲就近在眼前了，但是他选择跑走去找了山原，而山原最终成为了第一个见到他父亲的人。真的完全就是带着他们信任、承诺、情感的奔赴吧。山原爬着前进，也是为了他拼死拼命要兑现的承诺。阿西帕她始终也不是仅仅被保护着的少女，她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者、决策者。而这种枪林弹雨中的搭档，让人看得又揪心又心疼、感动了。我真的想让他们赶紧团聚，不要再分开。这样真的是让我想到了第一季的 OP， 尤其是它的歌词儿，就是非常的贴切。那这期视频要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